那么今天呢，咱们来一起聊一聊 Naoto Somensei 是长濑智人先生最新的一篇文章，这是他的那个叫 VR 相机最前线的系列报道，这是第21期。这个人的文章每一篇写的都就是非常的有深度，而且非常全面。就他和一般的媒体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很多媒体是拿到这个机器的首发的时候就把文章写出来了。而他的话是会在产品发布很久之后，确实是经过自己的深度的体验，然后呢，也是结合一些最新的这更新之后啊，那么写出来的一些深入浅出的文章，应该说写得非常好。那么只是咱们国内一直没有一些媒体去引用他的这些文章，这个文章写的确实是非常的全面。咱们今天就以 Coolcam Eagle 为例，叫 Review of Coolcam Eagle Pocket 3D Camera that covers everything from shooting, editing, viewing, and sharing。它的对于 Coolcam Eagle 的理解就是它是一个口袋的3D 相机，那么从内容的拍摄、编辑、这个预览到分享的一条全链条的一个工作流，就是一个这整个的关于3D 内容的从生产到分享到编辑整个的过程，那么 Coolcam Eagle 就全部帮你一站式解决了。那么这是它对于 Coolcam Eagle 的一个最终的定位。那他的这个文章啊，写的特别像一篇论文，因为那个条理很清晰。那么先是综述 overview， 那么第二部分首先讲关于 3D 相机能力以及它的这个 3D 头显的这个能力。第3部分会讲关于 3D 照片。第4部分也是最重磅的地方，就是关于 3D 的视频的拍摄和创作，以及很多人很关心的关于内容的分享和最后的总结。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实际上是我用谷歌翻译翻译过来的，它原文是用日文写的。日文说实话，我只能看懂一些比较基础的内容。翻译英文的日文翻译英文的话，翻译的相对来说比较准。然后从英文再翻中文的话呢，应该说这个是咱们频道比较擅长的。直接日文翻中文的话，有些词汇呢翻译的也是不太好。好，我们来看看第一段。那么就是叫中国的一个相机厂商看到，那在发布了，其实是在5.1之后发布的，看到 Coolcam Eagle 的3D 相机。Hereafter Eagle， 下文就简称为 Eagle。It is a latest gadget that comes with a 3D camera and 3D viewer that you can easily enjoy 3D images immediately after shooting， 就是让你在拍摄之后可以立刻的享受到 3D 影像的体验。A system for sharing content between users is also available， 就是用户之间还可以互相的分享。Allowing you to create a world of still graphic vision that cannot be achieved with existing camera, smartphone camera， 这些体验是用现有的手机包括现有的相机呢是做不到的，因为3D 相机它的特点就是需要用2台机器同时拍摄才可以完成。This time we deliver review the try the actual machine as soon as possible。那这是它是结合真机的上手体验和深度的使用之后，我写出这篇文章。Naoto Somensei 呢是有2台机器的，一个是黑色版，一个是白色版。Overview 这是它的一个概述。那么它的这个特点叫 cannot release the support 3D and VR 180，这实际上是对看到科技的一个历史的介绍啊。那么这个公司是之前一直致力于做全景内容和 VR 180内容的，但是呢 Coolcam Eagle 呢和以往的任何一个相机都不一样。But Eagle is a digital gadget that enjoys 3D rather than VR， 这是一个3D 相机，而不是一个VR 180的相机，就是它不能够进行互动式的浏览，但是呢它会给你一个高品质的3D 的内容。Raise Fund with Kickstarter achieve crowdfunding。那这个机器的从宣发到它的这个推广是通过 Kickstarter 众筹来进行的。那么最终的这个发售的日期也是在6月初。那么它的发布会是在5月19号。那么陈总啊，当时给大家很详细的介绍了这个内容啊。当时咱们频道其实也有幸啊，在里面出现了大概10几秒钟的时间，包括一些样片也是咱们频道协助拍摄的。Currently is also available for general sales at Canon's online store Amazon EC。那这个是日元是49500。The name Eagle， 它接下来就要讲 Eagle 这个词源是什么。Is derived from expectation the user will demonstrate their individuality。这个是弗洛伊德的那个创造的一个词汇，它展示人的这个个性。It was planned for motivation and record motion that can only be experienced at this time as 3D images and to make it possible to revive important memory forever。这里面有2点很重要，这2点是只有Coolcam Eagle能做到的。第一个呢就是record emotions， 那么记录一些你生活中的真实发生的情感。那这些的内容如此重要，以至于你只能通过3D 的内容去
完全的 revive in more memory important memories revive 就把它们真实的活灵活现的给它重现出来，而且这是一种永恒的存在。revive 唤醒重要的记忆。那这样的话，当你若干年之后再去看的话，那这就是一个非常逼真的一个效果。Eagle is set of pocket-sized, easy to carry 3D cameras, detachable magnetic type 3D viewer。这是一个可以磁吸拆卸的，自带头显的一个 3D 相机。那它是试图把 3D 的内容和 3D 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变成一种新的时尚的潮流。The redefined imaging meaning of images。然后 The touch panel on the back allows you to control， 这是背后的那个高分辨率的屏幕，它同时也是一个触控的面板。那么另外从单独的这个 QooCam App 上呢，你还可以去做一些简单的 3D 内容的编辑包括相机的控制。当然目前这个 iOS 版本的开发会比安卓要快一些，大家可以在这个苹果的手机上去体验到最新的 QooCam Eagle 特性。In addition, a mechanism that has been built into upload file cannot cloud storage and share content among Eagle users。那这个就叫 Eagle to Eagle， 那个这个是用看到专属的这个云服务来构建的一个基于互联网的一种分享的通道。那可以通过一个 Eagle 的用户分享到另一个 Eagle 用户。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实现了 3D 内容从端到端的一种无缝的快捷的分享。但如果你有像 Oculus Quest， 现在已经不叫 Oculus， 叫 Meta，如果你有一些这种头显的话，这种高分辨率头显就是双 1080P 也是高刷的，那这个内容看起来体验会非常非常的好。那这是它的当时的一些样子这是 Kickstarter 的画面，这是当时5月19号 QooCam 发布会上的一些截屏。当然这个咱们频道有幸从 QooCam 初代到 QooCam Eagle 完整的体验过，看到 QooCam 系列的这种全系的产品，应该说是看到一路走来的也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见证者吧。但这是这个 QooCam Eagle 包装里面所有内容。那这是一个白色版。那接下来就是要讲这个 3D 相机和 3D 头显了。它的这个相机的尺寸94×52×22，那么厚度呢是26.8，就是最后就包含镜头凸起那部分，总重是160克。这是它的那个塑料和 rubber paint， 就是用这个 ABS 这个涂层加上这个工业塑料，这是整个的外形。然后 by using the rubber paint, the surface become matte or semi-matte， 就是哑光，或者是这个大家看这个 matte 什么意思哑光。giving a delicate smooth feel， 这个实际上叫 baby skin 的那种处理，就是表面的手感会非常好。The material was adopted because it's excellent scratch resistance， 它也很有抗这个磨损的能力，并且也有对于一些天气的雨雪的这种能力，包括一些放在口袋里面，那也有很好的抗磨损能力。A little rain is okay, but it's not completely waterproof。它应该说可以保持一些基本的这种防泼溅是没问题的，但是完整的潜水这个是可能是够呛的。有2种颜色，一个是黑，一个是白。那么 materials change from original material. It seems that most of the ones currently market are black housing. White model will be in stock soon， 就是好像应该是白色卖的比黑色好吧，或者黑色备货更多。总之呢，其实白色会更加漂亮一些。然后接下来讲它的这个光学的这个设计，它是双 f1.8 的光圈，然后呢，它的视场角大概是对角线66度，IPD 的话呢，就是这个瞳距是65毫米，和人眼的这个瞳距基本上是一致。The focus is specific， 那么这个是关于它的这个焦点的调节，你可以去选择一些预设的一些值，从30厘米一直到5米。然后 attach self-shooting mirror， 这个是一个很精彩的设计，就是那个自拍镜，可以帮助你去进行构图的参考。然后这后面的这个屏幕上的话，你还可以设置一些各式各样的包括预览包括相机的控制包括相机的一些参数都可以进行设置。The interface specification have changed due to the update, and the shutter button was not originally available at the time. Writing manuscript has been added on the screen。实际上这个讲的就是在过去的这个1个月当中QooCam Eagle 其实有了很多的升级，就是包括它加入了这个屏幕上的这个触控的快门，包括还加入了整个省电模式，这些都极大提升了整个相机的使用体验。然后呢，这个显示器是2.54英寸的，它可以提供1440p 的。1440p 呢，拆成2个屏幕，可以拆成2块720p 的这种高分的这个10比9的屏幕，所以呢，这个看起来会非常舒服。那它的这个立体声呢，可以支持10比特双通道 48K 采样的
一个立体的收声。但这个调音的这个音质啊，我个人觉得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它的这个屏幕的像素密度是847，应该说这个是很高很高的，这个是目前主流的 iPhone 13的2倍还多。然后从另一方面讲，它的这个自带的3D 头显的大小呢是97.2乘52.8乘47.6，是红色的，然后有一个很强大的这个磁吸的这个特性，它和 Action 2的那个磁吸是很像的。然后它在看的时候呢，它会自动的切换成一个左右 side by side 的这种格式。然后你可以看到，然后 a total of 11 lenses are used on the Eagle Viewer， 就是这个 Eagle 的集成头显呀，你看起来好像很轻，好像是塑料，但实际上每颗目镜里面都用了11个镜片，那这11个镜片就可以保证你有一个最佳的观影体验。所以很多人说 Qualcomm Eagle 卖的比较贵，实际上 Qualcomm Eagle 里面是有4颗镜头的，它其实是4个镜头，一个是双目的相机，一个是双目的头显。那这里面都是一些比较高精度的这种光学的设计。那这11个镜片里面也包括这 aspherical lens， 就是非球面镜，还有这个反射镜，包括高透光率的这个光学的玻璃，还有就是一些目镜的保护。那么在这个硬度上达到了这个7级。所以呢，这里面实际上还是用了很多很先进的这个科技来去加持的。另外就是很多这个镜片的这个涂层也很重要，就是 nano coating。Nano technology 就是纳米涂层，就是可以去，其实和蔡司的那个 T 型镀膜实际上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然后呢 ，by combining different lenses and nano coating, screen rotation and correction, distortion correction, chromatic aberration removal, apply the view review， 就是在头显的这2个镜头里面呢，同时考虑到了，就是一个是消除形变，一个是消除紫边，然后整个的分辨率的这个设计都是紧的去一环扣一环的。然后它的 resolution of the viewer is 37 ppd， 就是每一个 pixel per density， 就它能达到37，这个也是普通手机的接近2倍以上。然后 3-dimensional effect is appropriate， 它能达到一个相当好的一个3D 的光影效果。这是白色的，这是黑色的。然后这是这个集成的红色头显，每一个里面都有11个镜片。那这是些图片，很多这个图片都是他去所实拍的，而且他会很严谨的去测。你比如说，厂家说是 IPD 是65，让他实测一下，那确实也是65。然后这个是这个电池舱盖打开，包括插卡这个方式，这个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我上面一期视频给大家详细的讲过。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让相机有一个最好的防水、防泼溅的能力。最大的存储卡支持 256G 和 U3 级别的卡。然后这就是咱们频道之前给大家介绍的那个双充以及双这个备用电池。Dedicated replaceable battery 它的这个电池容量是1340毫安时，然后是支持5伏2安的这个快速充电。大家看这个白色确实很漂亮。然后它在侧边也有按键，这个按键呢是用来给头显去用的。然后底部是有一个经过加强的一个金属的4/1螺孔。然后正面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目镜，反光镜。然后这是一些拍摄的参考。然后这是一些基本菜单，这是 App 的一些样子。这个 App 咱们还没给大家介绍过，这里面其实分为照片和视频2种格式，而且每一种格式里面都有很详细的参数调整。目前应该说比较遗憾的就是视频还没有加入完整的手动曝光的能力。然后它拍摄的内容可以有实时预览，也可以下载到你的手机里面。而且呢，现在最新版本的 Qualcomm App 里面，当你在把素材从相机下载到手机的过程中，它会自动的完成防抖以及叫果冻效应的校正，还有就垂直误差的修正。然后可以加入一些3D 动效，这是设计师事先帮你做好的。目前有3种嘛，一个是心形，一个是水母，一个是鲸鱼。双眼的立体格式，每一个就是各是1200万像素，然后加起来就是8000乘3000。你可以用这个，它给推荐的一些软件，目前还不支持 RAW 式，后面可能会支持。然后它支持这个 Siri Photo Maker，这是一个第三方的免费软件，可以帮助你去把它转成这个红蓝3D。
这些照片应该说画质都拍得非常的好。然后呢，你可以用这个left and right，或者是 right left，或者是用这个叫 anagraph， 就是红黑3D，红蓝3D 那个效果。当然还有这种叫 interlaced display， 那这种你需要用那些很特殊的屏幕才可以去观看。但这些都是一些享受3D 内容的一种不同的方式。然后接下来就是 Not Swansea 去带上黑色的这个 Eagle 的头显去看 The Other Looking into the 3D Viewer。然后呢，你就可以用这个叫红蓝的这个3D 滤镜，也可以带这个 Meta Quest 2。但 Meta Quest 2确实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很高素质的一个头显。拿它来打游戏当然很爽，但如果拿来看 3D 内容的话，那确实是身临其境。About video， 那么它的这个视频拍摄能力的话呢，你可以拍摄双 1080p 的60帧和双 1080p 的30帧。In the case of stereographic vision side by side, is either 就是长边 4K， 短边1080 60，它的码率呢是在60 megabit per second， 那么格式是 MP4 264的编码。In addition, Eagle is equipped with 6-axis image stabilization gyroscope， 它也支持6轴的这个视频的防抖。If you take handheld moving shot without gimbal, the stabilization post-processor app will give you very smooth 3D image。就是后处理的这个 app 呢，会帮助你去进行防抖，并且最终获得一个非常顺滑的 3D 的影像。I verified with the test flight app before the release。当然，这个功能现在还没有正式向大众的去公开。这个确实可以通过苹果 Test Flight 去体验，效果还真是相当不错。我也是前段时间刚刚通过 Test Flight 也用上了这个功能。Canal is currently developing app that can convert original data to anagraph video。那么现在呢，Canal也正在开发一个新的功能，就是可以把原始的叫 SBS 这种格式的视频转化成这个 anagraph video， 就是转化成红蓝3D 的。那这个一开初始的功能现在也可以进行体验。那这些功能你去传到一些支持 3D 内容的平台的话，那你可以看到再戴上这个红蓝的 3D 眼镜，那你就可以获得很不错的 3D 的观影效果。This is because, like in the VR world, compatible devices require enjoying stereographic viewing。就是在这个 VR 的世界里面，一个VR 世界的敲门砖或者它的一个入口是很关键的。那这个入口 QCam Eagle 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入口。There's also methods of auto stereographic viewing by the parallel method, crossing method, but they are aspects that depend on the constitution。有很多方法可以帮你去欣赏 3D 内容，但是的门槛都是比较高的。但是现在的话呢，你有了 Eagle 的话，那就可以直接拍完马上欣赏了，那就是一个完全无缝的一个连接关系，而且是一个最高品质的。而且还可以通过这个无线的 WiFi 网络，通过一个 Eagle 分享到另一个 Eagle， 就是叫 Eagle to Eagle。那这个免费的云存储空间的话是5个 GB， 然后这个 Pin Code 是有1周的有效期。A video talkie function that remote send content between Eagle user chat room will appear。那这是后面的一个叫视频通话功能。视频通话功能的话，你可以把你拍摄的一个也是类似于通过云服务之间去进行视频的内容的共享。这个就是很好玩的一个特性 ，sharing code。然后这是叫 QCam Eagle Chat Room。这个功能我目前还没有体会到，这个后面会试一试。View function will be installed in the future update。那目前还没有这个QCam Eagle 的这个 Chat Room。那后面的话，我希望我尽快的去增加这个功能。然后最后的总结 ，The Eagle is a compact housing that fits in one hand so that you can easily carry it in your pocket or bag。这是一个口袋式的这个3D 相机。You can't expect immersive feeling of VR 180。它不支持 VR 180的这种互动式的体验。But basically, it's a gadget that you can easily enjoy 3D using the attached viewer seamlessly without stitching or convert to file format。但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拍完之后快速的观看和分享，而且这个品质是非常之高的，你也不需要去晃动脑袋去进行互动。As a point to note, when I tried, I had the impression that it was a little vulnerable to heat。那么他说，目前呢还是比较容易过热的 ，a little vulnerable to heat， 那么比较容易受到热的冲击。Because housing was small and organized, and there are times when it froze
when I continue to use it， 就是你拍摄重度使用、长时间拍摄的话，会出现过热。And there are times that frozen when I continue. Basically, you can shoot with the camera alone, but if you don't need it, it is a good idea to turn off Wi-Fi as much as possible. 那么最好是关掉 Wi-Fi， 就是关掉任何可能会让相机加速出现过热情况的功能。你比如说 Wi-Fi， 比如说屏幕的高刷，比如说屏幕的亮度，比如说整个的自动的熄屏，这些都可以帮助你去节省电量，减少发热。Also, when shooting without exposure, it seems that the highlights tend to be slightly skipped. 那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就是在拍摄的时候，有的时候高光保留的不是特别好，尤其是在这个实时预览的时候，内容是有一点点欠曝的，就是实际拍出来的画面会比实时预览的画面要稍微亮那么一点点，这样的话就容易造成你的画面出现部分区域的过曝，所以我一般会减 0.3 或者减 0.7 去进行拍摄。所以最好是你先拍一段，然后再去回放。If there are vertical parallax， 这就是说到了一个后面一个改进的方向，就是垂直视场的这个偏差。这个是根据每个相机都不一样的，但是呢 ，it can be corrected by using the aforementioned Stereo Photo Maker。那用这些后置软件是可以修正的。But now in the announcement from Canon, it will be automatic in future update。这个功能目前已经实现了，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叫防抖的 Jitter Remove 的功能。那么呢，就整个的在拷贝素材的过程中，就会把垂直的视差的这个偏离度给修正掉。3D visual expression that can be attention in all ages. I would like to exp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3D camera that has appear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它对于 3D 相机最终的这个定位和结论还挺有意思的。说 3D 呢是一种视觉的这种表达手段，这样的话它而且呢非常容易吸睛，就是很容易让你在社交平台上变得非常的有名，而且呢它很乐意去拥抱这样的新型的 3D 相机，它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首次问世的，应该说在这么长的一段历史长河中，应该说是第一个能够做到如此高品质和易用的2合1的一个相机设计。当然这个相机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方向，后面我相信随着固件的升级还可以进一步优化，好吧？那这就是Naoto Somansi 关于 Kugan Migo 的这篇深度报道。他的文章确实每一篇我都会认真的看，咱们频道也不止一次给大家分享过他写的文章，确实写得非常好。那我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助你去认识和了解 Kugan Migo 以及它的一些最新的特性啊、升级啊，以及包括它这个工作流的变化。那如果觉得视频还不错，千万别忘了点赞、转发3连。咱们呢下期视频再见。